欢迎来到壁话太多。今晚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就很玄的历史人物——奈活王冯道。什么叫奈活？不是长寿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人在乱世里连着侍奉10几位皇帝，不仅没死，还节节高升，最后安详退休。在那个你稍微选错边就人头落地的年代，他居然活得比谁都滋润。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让咱们一起穿越回1000年前，看看这位历史奈活王是怎么炼成的。冯道生于唐末，祖籍太原，家境寒酸的几乎揭不开锅。他从小读书，但家庭实在拿不出全额学费，最终只勉强考了个贡生身份，也就是官方承认你有文化，但没编制，没人脉。其实就是在庙门口晃来晃去，混了个脸熟罢了。但就是这么个半吊子读书人，偏偏活成了全场 MVP。唐朝灭了，5代失国开启，战火不断，政权如走马灯。冯道在这个血雨腥风的乱世里，起步点极其不起眼。他20来岁那年，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只能在地方小官府里挂名写点公文。他每天都在官衙角落写字，混饭吃。他的任务很简单，不出错，不惹事，活着就好。直到有一天，一次送信的差事意外把他带进了命运的风口。当时的权臣郭崇韬正在招人，手下缺个会写文书、懂政治又不抢功劳的人。冯道正好被派去递一封文书，郭崇韬随手翻了翻，觉得这人文风沉稳，心不大，嘴不快，就顺手提拔成了长书记，负责文件润色、政策传达。这可是冯道人生的第一步大跳跃，他自己也知道机会难得，于是他做事更低调，说话更温吞，不抢风头，不出纰漏，尽量活得像一滴水。郭崇韬是后唐名将李存勖的左右手，权倾朝野，但冯道从不把自己绑在他身上，该站在哪边他心里清得很。郭崇韬后来因为权大镇主被李存勖干掉了，满门抄斩，冯道却活得好好的。他的秘诀只有一个，在关键时刻看破不说破，谁那边都不站得太死，谁那边都留个退路。后唐立国初年，李存勖刚当皇帝，朝中乱七八糟，宫廷斗争剧本换一波接一波。冯道这个写字匠却像一条幽灵，一直游在权力边缘。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什么时候该点头，什么时候该装傻。李存勖昏庸又爱玩，政务日常摆烂，冯道不是没看懂，但他不会上蹿下跳的劝谏，而是写得一手漂亮的看似支持其实模棱两可的奏章，既让皇帝看着舒服，又不给自己挖坑。于是他不断升官，从中书舍人一路升到翰林学士，成了朝廷实打实的政策润色师和权力过渡员。这时候的冯道其实已经把他的官场生存学摸得门清。他知道真正能活下去的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忠诚的，而是最能审时度势、最能自保的。冯道不是不会忠诚，而是他清楚忠诚是稀缺品，用错了只会送命。于是他把忠诚收进了袖子，把察言观色挂在了脸上。不过别以为冯道就是个只会混日子的老油条，他也有真材实料的。除了写得一手好字，他还懂得政策取舍，民间疾苦，关键时候敢于发声。
但他的发声一定要踩点精准，不早不晚，不高不低。他从不在风口浪尖说话，也不在帝王刚愤怒完就跳出来表态，他总是等事态稍微冷却，再给出一个中庸得不能再中庸的建议，既不给皇帝添堵，也不跟着瞎起哄。这样的操作看似没脊梁，但在动不动就学习满门的年代，这种人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等到李存勖被杀，后唐换了个皇帝李嗣源，满朝文武一片恐慌。新皇帝要不要大换血？冯道稳得一匹。他默默把自己的奏章从辅佐旧主换成迎合新政，没多一句废话，也没表现出一丝慌张。新皇帝一看，这人不错，干活不出错，还不掺和党争，直接留用，继续升。就这样，冯道从地方小官变成了帝王身边不可缺的话术大师，走上了他传奇的耐活之路。他的人生节奏不是快马加鞭冲杀出位，而是慢火细炖，不争一时，只图长久。用现在的话说，他活得很佛系，但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缝隙的边缘，却从不掉下去。像是在狂风暴雨中走钢丝，别人都摔得头破血流，他却稳稳地走到了终点，还轻轻抖了抖身上的水。冯道第一次升官，全靠误打误撞，这就是命。但接下来这一关，他开始展示什么叫能活着的智慧。后唐初期，权臣郭崇韬被杀之后，局势变得极其微妙。皇帝李存勖渐渐脱离实际，宠信伶人，不问政务，朝廷里人人自危。冯道却在这混乱中不动如山。他没有拼命表忠心，也没趁机投靠新权臣，而是照样每天上朝批文改奏章。谁来问他态度，他就笑一笑，说以国事为重。一句话等于没说，却滴水不漏。他这种只做事不表态的风格，正好填补了那些斗争激烈时最缺的位置。在皇帝越来越昏庸，朝政越来越混乱时，冯道依旧稳定地存在着。他不站队，不反对，不主动建议，但总在需要有人兜底时出现。就比如有一次，朝廷要处理边关叛军，满朝大臣吵成一锅粥，没人愿意担责。冯道轻声说了句“宜先安内，后攘外”。这话不痛不痒，但皇帝一听觉得顺耳，立刻下旨照办。若办成了功归皇帝，办砸了也没人怪他。就这么几次关键但不出头的发言，他逐渐从众人眼中那中庸的像张白纸的人，变成了没有他不行的官场常青树。李存勖后来被叛将杀死，宫廷政变血流成河，换上了李嗣源当皇帝，全朝文武哗然，大家都怕被新政清算，冯道反倒稳稳坐在原位，连职位都没变。他第一时间改称新朝圣明，并把之前所有赞颂旧皇的奏章收回重写。这不是投机，而是一种制度自保能力。他知道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书写的，活下去才能讲故事。接下来几年，李嗣源开始整顿朝政，大批旧臣被贬、被斩，冯道却依旧安然无恙，甚至还晋升为中书侍郎。这已经不只是幸运了，而是一种极高明的平衡术。他不是没敌人，只是敌人找不到攻击点。他不像主战派那样高调，也不像文人派那样爱争辩，更不会和宗室勾连。他一直保持在一个可用但不危险的舒适区内，
皇帝需要他的文采，也欣赏他不惹事的性格，甚至连朝中文人私下都说冯公可为模范，唯少智耳。意思是他什么都好，就是没什么理想，但这恰恰是他活下来的密码。有一次后唐内部发生兵变，宰相纷纷避祸，冯道却在乱军中被挟持。他不喊冤，不哭求，也不趁机投靠，而是淡淡地说：我不过一书生，任人驱使。叛军一看，这老头连保命都不挣扎，反倒起了敬意，留他一命。这种软到极致的处事方式，在血腥权谋中反而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护甲。随后几年，冯道继续在政治的中轴线上行走，他参与编修律令，组织考试，审核政策，凡是需要稳重、懂行、能写的位置都找他，他也从来不推辞，但也不主动邀功。他深知这年头什么最不值钱，才华。什么最值钱？活着加懂规矩。他每次参与重大事务都留下极少痕迹，不是怕被忘，而是怕被记得太多。他说过一句话：凡事皆有定数，不可妄动。这是他的政治哲学，也是他活下来的护身符。他不是没有机会更进一步，但每次都是故意慢半拍。比如当时朝中正缺宰相，有人提议冯道上位，他立刻写了封信推辞，说老朽无德，恐误国政，然后乖乖回书房搞校书，修典籍。结果皇帝感动得不行，非但没罢他官，反倒对他更加信任。你看，这种拒绝升官的操作，不是因为他真不想升，而是知道一旦升得太快，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威胁。尤其在这年头，官升得快的人，坟头草也长得快。他还特别会维持与各方的微妙关系，他从不和军头走得太近，也不跟文人喝酒吹牛，他跟谁都有一层客气的距离。你以为他孤僻，其实他是在给所有人留余地。人情往来他不会拒绝，但也绝不多说一句话，送个礼，送点笔墨纸砚，但绝不送自己。这种极致的分寸感，把他从一个小小书记官送上了5代权力的主舞台。他的这种处世之道，有人佩服，有人骂他软骨头。但你换个角度看，在一个皇帝轮流做，宫廷天天换剧本的年代，一个不靠门阀、不靠军功的文人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他没靠后台，也没靠裙带，全靠一套不出头的艺术在官场打通关。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也从不想当英雄。他只想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给自己撑起一把伞，哪怕这伞小的只能遮住自己的头顶。冯道的早期经历像是一场长期潜伏的修行，他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奏章背后，把所有判断都包裹在听旨办事这4个字里。别人拼命想让皇帝看到自己，他反倒希望皇帝只在用得上时想到他。他从不站在灯光下，却一直在影子里稳稳地掌控文字与方向。他不是权臣，也不想掌权，他只是一个懂得风往哪吹的人，一个会顺着风势慢慢飞的纸鸢。这份顺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冷静的判断力。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等。他像个古代政坛里的程序员，每一步都逻辑清晰，不做感情投资，只做风控管理。他不求一鸣惊人，只求百年无事。当冯道稳稳熬过后唐的宫廷风暴时，很多人都以为他已经是个不动如山的老臣了。殊不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后唐末年，皇帝李从珂被逼自焚，
后晋的石敬瑭在契丹帮助下建立新朝，成了新皇帝。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引外族入中原的巨变。整个中原朝野都炸了锅，文臣武将人人惶恐，不少人甚至选择殉国或者逃亡。而冯道呢，他非常平静地提笔写了一封贺表，送往后晋新都汴梁。开口第一句就是庆天命之所归，贺社稷之更新。字里行间没有半点犹豫，好像这政权早该换似的。于是史书给了他个外号，开局投敌第一人。听上去很不体面，但仔细一看，这恰恰是他与别人最大不同之处。别人纠结于忠义、礼法、面子，他专注于现实、存活与秩序。冯道从不对外解释自己的选择，他认为皇帝可以换，但国家不能乱。文官要做的不是陪君王殉葬，而是留下来维持朝廷的运转，不让百姓陷入更深混乱。这种观点听上去冷酷无情，却也极其理性。他把国家理解为一套维系百姓生活的运行系统，不是某一个姓氏或某一位皇帝。系统崩了，百姓就遭殃。他不反对忠义，但他更相信秩序。他曾在书信中写过：一朝改易，文法犹在，无备之责，在于守文。换句话说，不管哪位皇帝坐上龙椅，只要制度还在，他就还有用武之地。这种皇帝是流动港，文官是运营商的逻辑，是那个时代极少有人敢说敢做的。当然，他的这一举动也招来不少非议，旧朝文臣纷纷背地里骂他是叛臣，是墙头草，是卖国求荣。但冯道从不辩解，他不是不知道风言风语，只是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个问题，自己活着是不是还对国家有用？如果有，那就继续干；如果没有，他愿意自己辞去。但问题是，每个新皇帝上台后，第一个想到重用的还是他。石敬瑭听说冯道毫不犹豫就投奔新朝，不仅没有怀疑，反倒心生敬意。他任命冯道为中书令，也就是宰相，还让他主持诏令起草，官员任免。为什么？因为冯道既不讲感情，也不玩政治，他只对制度负责，只对文件负责。他的中立性在这种皇权多变、政治不稳的年代，反倒成了最大的安全牌。换句话说，新皇帝谁都不敢信，但都敢信冯道。在后晋初期，冯道不光主持文职政务，还开始主抓传承修复。他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重新修订律令，整顿官学。他把前朝残破的制度捡起来拼接，把文官体系理顺，让百姓重新看到了秩序的可能。他甚至提出正出一口，所有诏令必须由中书审定，不许皇帝随意发布命令。这种制度上的刚性，在新政权刚立不稳时尤其重要。他之所以敢这样顶皇帝，是因为他有底气，他不站在皇帝个人这边，而是站在国家机器这一边。他要的是朝廷长治久安，而不是靠拍马屁保命。他看得比一般人远，也看得比一般人冷。他不参与朝廷斗争，但他比谁都清楚斗争走向。他不给任何人承诺，但他也从不食言。他就是那种把无情做到极致，反倒让所有人觉得安全的人。不过他也有软肋。石敬瑭是靠契丹的力量打下江山的，为了报答人家，直接把幽云16州送给契丹，这在当时简直是国家级出卖土地事件。满朝哗然，冯道也没反对。他不是没看出问题，
而是不想站在火山口上。对他来说，这种战略级别的决策不是他能改变的，他能做的只是尽力让制度别垮。他甚至默默修了一部书，叫《文苑英华》，整理历史朝代的诏令与奏章，把5代以来乱七八糟的政务文书统一归档，重新确立了一种文字秩序。很多人觉得这书没什么，但冯道自己说：“文以载道，若是无道，文可存道。”他想通过文字留下稳定的印象，让后人知道，在再混乱的年代，也有人在坚持制度与文化的传承。当然，冯道这种谁当皇帝我都支持的风格，也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后晋末年，契丹反过来吞并中原，建立辽朝。他本可以继续支持，但这一次他没有第一时间站队，他选择闭门谢客，称病不出。不是他忽然变得有骨气，而是他判断这一次不是权力更替，而是彻底的文化断裂。他清楚，契丹不是换人做，而是拆房子重建，而他的职能是补墙，不是盖新屋。等到契丹撤退，中原再度自立后汉，冯道才重新出山，被新皇帝刘知远任命为同平章事。新皇帝问他怎么看天下动荡，他说了一句：“欲治天下，先稳人心；欲稳人心，先修旧章。”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他始终如一的观点：制度是唯一的依靠。他当时已经70岁，头发全白，站在朝堂上如同一棵老树，但那份稳重与洞察力依旧压得住场。有人说，冯道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官僚主义巅峰代表，没有感情，没有立场，没有理想。但也有人说，他是制度主义最后的守夜人。在王朝交替、兵火连天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让政权接续不断，文化不中断。他到底是哪一种？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至少在那个夜里，他是唯一一个始终清醒的知道，不是谁赢谁输，而是秩序必须延续的人。他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挣扎，他只是早就看明白，在这片土地上，有些人活着是为了点燃火炬，有些人则是为了守住火种。他选择了后者，并始终没让火灭。从后唐、后晋，再到后汉，换了3波皇帝，冯道依旧屹立不倒。他不只是没被清算，反而越升越高，这让不少后起之秀看得牙痒痒，却又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确实有2把刷子。后汉皇帝刘知远是军人出身，起于边塞，性格暴烈，治国靠的是武力与威严。按理说，像冯道这种老文臣应该格格不入才对，但刘知远却恰恰用他用得最顺。为什么？因为刘知远清楚，自己打天下靠刀，但坐江山靠笔。他需要冯道这种既不结党又不抢戏的秩序机器，为他的新朝添砖加瓦。冯道没有辜负这份期待，他从不管你皇帝姓什么，只看你要不要建制度、整秩序，只要你肯听，他就肯干。刘知远上台不久，冯道主动建议恢复前朝废弃的科举考试，整顿郡县官员考核制度，还提出薄赋税、厚农桑的政策口号。这些建议看起来文弱，却恰恰稳住了民心，也给刘知远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后汉虽然短命，但在冯道手里起码不像个草台班子。更妙的是，冯道永远保持适度的自我隐形，每一份诏书、每一条律令，他都参与起草，但最后署名时，他总能巧妙避开第一作者的位置。
他宁愿把功劳让给别人，也不想站在风口浪尖。他清楚，当权者怕两种人，一种是能者，一种是功臣，而他偏偏表现的既不太能，也不太功，全程演绎什么叫有能力但不让人害怕。他是权力的润滑剂，不是权力的操纵者。但就是这种看似软的风格，让他逐渐拥有了硬的影响力。他一不小心成了几代皇帝的默契顾问。每当新皇初登基，无论愿不愿意，都得给冯道几分面子，因为整个政务系统都绕不开他。史书说他威行台阁，但他从不拍桌子发火。他的威信建立在一种不动声色的稳定感上，哪怕局势再乱，只要冯道还在，大家就觉得还能撑。不过他的全能适配也不是永远都管用。到了后汉末年，皇帝刘承佑年少气盛，刚继位就想刷存在感，频繁变法，清洗老臣。这时候冯道已经快80岁，头发花白，走路都要人扶。可他还是每天按时上朝，坐在皇帝下面不说话，只在必要时点一下头。刘承佑最初也不敢动他，但有一回，朝议上有人弹劾冯道年老昏聩，不堪大任。刘承佑居然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老先生也该休息了。”冯道听懂了，转身就上了一道奏章，请辞宰相职务，自请退居东阁校书。很多人以为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但事实是，这正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的高招。他表面上远离权力，但实际依旧控制着诏令文书的最后一关。每到政令，只要盖章，都必须过他手。他从面上的权相转为制度的看门人，影响力不仅没减，还更自由了。他不用再站在火山口，也不用再陪着皇帝喝酒应酬，只需要静静坐在书案后，用笔和墨继续修复他心中的秩序之塔。这时候有件事让他在民间名声一落千丈。有人翻出他为石敬瑭写的投降文书，把他骂成卖国贼。当时街头巷尾都在传，说冯道是5代第一叛臣。不少年轻文人在酒楼茶馆痛骂他，说他没有气节，是墙头草祖师爷。冯道听说后没有任何回应，只继续整理他的三朝实录。有人问他是否难过，他轻描淡写地说：“人言如风，拂面即过，唯文字可留100年。”他相信历史终究会说话，他不想辩解，只想把这段乱世记录下来。他有一次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知我非忠臣，亦非奸人，所求者唯存此事一线之理。”这句话可能是对他一生最诚实的注解。他知道自己不是岳飞，不是文天祥，也不是赵匡胤、李世民，他只是个在血雨腥风中扛着笔、撑着伞的老文官。他不敢当圣人，也不愿当叛徒，他只想当个让制度延续的桥梁。到了后汉灭亡，郭威建立后周，冯道再次无缝衔接。这一次他什么都没说，连贺表都没写。郭威上台后直接派人请他出山担任太子太师，他谢绝宰相之位，只愿留守东阁。当时有人感慨，新主未登基，先访冯公为底定，意思是皇帝都还没坐稳，就得先把冯道稳住。这话看似笑谈，其实正是冯道政治影响力的真实体现。他从来不问你凭什么上位，只问你想不想治国。只要你想，他就帮你把框架打好，规矩理顺。你姓什么，他不在乎，他只在乎规矩还在不在。人们常说，
换朝如换衣。但对冯道来说，每一次换朝，他都不是脱衣换装，而是给新主补绣缝边。他是没主见吗？不，他太清楚自己的位置了。他从不领导时代，也不挑战权威，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乱世里哪怕只剩一点点秩序，也能延续下去。后汉灭亡后，冯道迎来人生中第5位新主，那就是后周的郭威。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头发白得透亮，脸上的皱纹仿佛能写出一部五代史。可偏偏这个活化石还被新皇帝奉为座上宾。郭威是从军营里杀出来的草根皇帝，最怕的就是文臣集团的掣肘与质疑。可他对冯道的态度跟所有前任一样，敬之重之，远远功深3分。为什么？因为冯道虽然不忠于哪个皇帝，却忠于一件事，维系住这台不断更换发动机的国家机器。他让政权更替看起来没那么吓人，也没那么血腥。当郭威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冯道为太子太傅，职位虽然虚，但象征意义极重。郭威甚至多次亲自登门求教，不是问军事，而是请冯道讲怎么治理国家，别乱套。冯道从不讲大道理，他只说3个字：守旧章。他认为政权更迭最忌大拆大建，百姓最怕朝令夕改。新皇继位，最该做的不是清算旧人，不是炫耀新政，而是先稳住文官，稳定制度，然后再慢慢推进变法。听起来很保守，但在那个时代，这种慢恰恰是救命药。于是后周的初年，政局出奇平稳，冯道功不可没。他不居功，也不多言，只是每天照常在书房里翻阅典籍，批改文案。后周推行的多项整顿措施，如文官任期轮换、地方赋税备案、诏书统一格式等，都出自他的笔下。他不是一个造梦者，而是一个改革式的人。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让国家的根基慢慢变得坚固。他知道，变革不是靠一纸法令，而是靠执行能力，而执行就要靠制度清晰。他说：“政无常法，违章可守。”在这期间，冯道开始着手他人生中最庞大的工程之一，主持修订5代会要，也就是把5代以来各种朝代更替、律令变动、官制改易做成一套完整的总结档案。他不是为了歌颂哪个皇帝，而是要为后世留下一份我们曾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制度说明书。他相信人是靠不住的，但文字可以留下路径。他甚至亲自去查前朝留下的断档资料，把许多被烧毁的旧政令一字一句恢复出来。史官们都说冯公记性过人，文笔不倦，尤胜年少，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但也有人冷嘲热讽，说他不过是个政权搬运工，没有信仰，没有情怀，只会拍新主子的马屁。冯道依然不做回应，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评价。他曾在一次私下聚会上跟人说：“我不求名垂青史，只愿史有其名。”意思是他不在乎人们夸不夸他，但希望后人查史料时别把他名字漏了。听起来像自嘲，但其实是最诚实的心声。他知道自己不会像诸葛亮那样被膜拜，也不配像岳飞那样进忠烈祠，但他不需要这些。他只要有人记得，他曾撑过这段乱世的穹顶。而让人最惊讶的是，他并不避讳跟后辈聊投降这回事。有人私下问他，
早年石敬瑭勾结契丹建立后晋时，他为何第一时间就写表称贺？冯道淡淡说了一句：“国破则民乱，朝亡则章废，无不救军，只护章。”这句话在场人听得寒气直冒，但也无从反驳。冯道不是没有血性的人，只是他的血性不是拿来留的，而是拿来稳住一张纸上的章程。他相信世道会反复崩塌，但章法可以一代代修起来。他不追求忠义之名，而是制度之实。他做的是制度的编织者，而不是道德的雕像。晚年的冯道依旧天天办公，哪怕走路要人搀扶，批文的手会抖，眼睛看不清章句，也不肯请假。有一次下大雨，他拄着拐杖，仍坚持去上书省。众人劝他回家，他只是说：“我若不来，此章或割。”在他眼里，一纸公文可能影响百姓生计。他不是怕权威，而是怕断线。他不希望自己这一离场，整个系统就出问题。于是他拖着年迈之身，像旧机器一样勉强运转，只为多撑一日。有人说他太偏执，也有人感慨他太敬业。但在那个皇帝活不过10年的年代，一个文官能撑5朝，稳住政务，其实比千军万马还要难。他不是将军，也不是宰辅，他就是个不断校对时代的老秘书，却成了所有皇帝离不开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但他的确帮这个世界延续了几页章节。哪怕后来很多人骂他软，骂他滑头，仍不得不承认，若不是冯道，这个时代会更加混乱。当年少的新官问他：“冯公此生未能建功立业，可曾遗憾？”他笑着说：“功业可毁，立国者多，而不乱者少。我若能使天下不乱，便是功。”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实际上是他一生行事的底牌。他不争光，不求显，他求的是活下去，是撑住，不垮。5代十国的历史像是被孩子随意涂鸦过的地图，朝代更换密集的像翻牌游戏。但不管皇帝换得多快，冯道的位置总是没变。他不是永远当宰相，也不是永远掌实权，但只要宫里有人在问这份诏书该怎么起草，那答案永远都是找冯道。从后唐、后晋、后汉到如今的后周，冯道像是宫廷里的一根钉子，钉在制度的门框上，无论风吹雨打，不歪不倒。到了后周世宗柴荣时期，冯道已年近90，他没有病重，也没退隐，依旧每天拄着拐杖走进朝堂，改文书、批公文，教年轻官员如何用词得体。他的身体老了，但那套看人脸色、听风辨意、落笔藏锋的技艺没有丝毫钝化。更重要的是，柴荣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少年得志，志在中兴，是5代难得一见的英主。照理说，他跟冯道这种维稳派理念相左，可现实是，他对冯道格外尊敬。柴荣明白，自己要打仗，要改革，要收复失地，但这些大事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政务不能乱。没人比冯道更懂这套体系该怎么运作，也没人比他更有让百官安心的分量。他就是那种一坐镇，整个朝廷就觉得没事儿的存在。柴荣对他说：“国之常气，非轻而不可。”这不是恭维，而是一种对稳健力量的倚重。但冯道也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他没想着再参与什么大政，只是把自己的任务一件件清理好。他重新审校3朝实录，整理诏令格式，
嘱咐后辈官员该如何与不同性格的皇帝打交道。他不讲忠义，不讲家国情怀，只讲如何活下来，办好事，少出错。有人笑他说，冯公连遗言都是操作手册。他自己也笑，人死则止，字不能乱。他的生死不重要，文字不能出岔。而最让人震惊的一件事发生在他88岁那年，柴荣准备北伐契丹，需要动员全国军政资源，满朝文武各表忠心，纷纷请命出征。只有冯道默默写了一份奏章，内容不长，意思却很明确：兵不厌诈，民厌兵久，愿主上慎战，以民为念。这是他第一次在几十年里真正反主张。所有人都惊了，以为这老头终于要顶撞皇帝了。但柴荣不仅没生气，还把这份奏章当成座右铭贴在寝殿里。这是为什么？因为柴荣知道，冯道从不随便说不，但只要他说不，那一定是为你好。这就是冯道。他平时说话模糊，行事圆滑，但一旦他正儿八经提出警告，那你最好听。他不是你最信任的人，但一定是你最该信的那一个。他不像你最亲密的朋友那样陪你喝酒聊天，也不像你最铁杆的部下那样死忠到底。他是你政治生活中那个永远不讲感情，却把最关键环节替你兜住的人。他一生侍奉10几位皇帝，却从没参与宫廷政变，从不站队拉帮，也从不搞谋反。他不是清流派，也不是忠臣联盟，他是整个五代最不站边却站得最稳的存在。他看得明白，谁主江山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这条船不能沉。换皇帝可以，换船就麻烦大了。他不信任任何一个皇帝，却始终维护他们坐的那张椅子。不是因为他怕权威，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连这张椅子都塌了，那后果不是一个人死，而是百姓无疑。所以他可以给石敬瑭写投降表，也可以给郭威写就职词，还可以劝柴荣别急着打仗。他不是没有底线，他只是把底线放在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不高举，不呐喊，不为道德喝彩，也不为英雄鼓掌。他安静隐形，慢慢地走，边走边修路，等路修好了，他就不吭声地离开。他这一生都在干一件事，让乱世里的朝廷听起来不那么荒诞。也正因为此，他才活成了传说。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倒下的大人物，那些喊着忠义最终被忘却的英雄，都成了史书里的一页。而冯道在这些页与页之间，像一本不会出错的目录，永远在。但他从不在正文中抢戏，只静静待在角落，把过去和现在勾连，把崩坏与重建粘合。史书中写他生3朝，立4主，立5政，兼6部。他的人生没有高潮，没有燃点，更没有名场面，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安稳的日常，一份又一份准确无误的奏章，一次又一次的避险判断。他活得像一块温吞的石头，却压在了整个动荡时代的心脏上。当时宫中年轻太监都说，只要冯公还在，我们就不会乱。这不是迷信，是一种对存在感的敬畏。他不靠怒目金刚，不靠文采斐然，不靠一呼百应，他只靠稳。后周时期，冯道已是活着的传说，他不用出声，也没人敢不看他脸色。年轻的官员见他都要退3步，称一声冯老，而不是按官阶叫职衔。这种从官僚到图腾的转变，不靠战功，不靠血统，只靠稳。但越是这样，
冯道的争议就越大。他做的不是昏君的对头，也不是明君的左右手，他做的是每一个皇帝想留住却又不完全信任的备用系统。这套系统不干预、不争抢，只保证事能继续，人能安稳，文书不乱。有人说他无能，有人说他太能，可所有人都承认，没了他，天下可能真的乱了。而他的最大武器其实是从不反对，也不负责。表面上他中庸到极致，皇帝说什么他都顺着接，官场风往哪吹他都不逆风而行。但问题是，这种顺不代表他没有判断力，恰恰相反，他极度清醒地知道哪些事说了也白说，哪些坑能避就避。他不是怕死，而是知道死了就什么都帮不了了。他的忠诚不是对哪个皇帝，而是对那个仍在挣扎的国家系统。他让一切看起来还在运行，哪怕只是空壳，也比崩溃更有希望。冯道的不反对是种战术，他不会在朝会上与人争执，不会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也不会写激烈奏章骂政策。他只会在文书里动笔墨，用读句、词序、语气做出微调，既不反抗，也不鼓吹。他是那个永远站在中线、偏实用的人，从不浪漫，也不偏激。他不信诗意，不信誓言，只信文法和规律。可这样的姿态也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后周后期，一群年轻有为的改革派文人开始活跃。他们看不惯冯道的老派风格，觉得他是制度的守夜人，却不是理想的追随者。他们说他是典型的太平官，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是那种看着天下塌，但只修墙角的人。有人甚至公开在奏章里讽刺他：政无革新，冯公皆曰可；策无其志，冯公皆不言。意思是你说什么他都点头，听着舒服，但没半点实质帮助。冯道收到这种奏章后，不怒也不辩，他只是微微一笑，对身边人说：言我者多，我何须言之？他早就明白，争论无益。你想证明他软，他就软给你看；你想说他虚伪，他就退到背后让你高声讲。但问题是，等你讲完，文件还得他来审，诏书还得他来定。制度的运转不是靠情绪，是靠这个人来不来上班。只要他还在这个岗位一天，这个国家就是在职状态。他也从不在意自己会被人怎么看。他甚至说过一句话：我若立一念求全，则百亿风起；我若无求，众生自散。他的无求不是佛系，而是明哲。他早年被骂得多了，晚年反倒麻木。人们骂他没气节，他就讲气节不可当饭吃。人们说他卖国，他就回一句：若文官皆训节，谁为百姓写章？他永远站在道理边上，不出界，但也不迎战。而他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是在契丹势力南侵、后周边境告急时，他仍坚持不可侵占。这时候，许多将领和文人都主张北伐，收复幽云16州，而冯道却站出来说：16州虽失，天下犹安，战胜不可衡，民心不可失。这一番话被当作懦夫之言，广为流传。年轻将领怒斥他胆小误国，甚至建议将他革职查办。但后周皇帝没有理会，反而继续给他加俸，说老臣谋国，其义良深。因为冯道的话虽然听起来没热血，但极实际。
他不在乎疆土，他关心的是税赋能不能收，粮仓够不够，百姓能不能种田。边境战火烧不烧得起来是将军的事，但战火烧起来之后能不能熄是他的事。他不是国家的矛头，而是保险；他不是火炬，而是沙包。他不让国家热血沸腾，但也不让他被烧穿。他的责任从来都不在台上，而在后台。而这种不反对也不负责的风格，其实也悄悄改变了皇帝们的心态。他们不再要求冯道站台，不再逼他选边，而是把他当成政治晴雨表。只要他不发声，就说明大局未崩；只要他还在案头写字，宫廷就还有运转的可能。于是他成了一种象征，不只是活人，更是一种存在感，一种旧政仍可依靠的幻象。也有人说，冯道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骗子，他以中庸之名行必责之实，以稳重之态做逃避之人。但也有人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不装伟人，不演忠臣，才成为最真实、最有用的官。他不是榜样，但他是系统的一部分。他不提供愿景，但他提供了路径。到这一步，冯道已经彻底完成了从人到机构的转变。他不需要人设，不需要情绪，不需要同情。他是活在世间的机制，是权力更替中永远不动的中轴。他不会感动人，但也不会崩塌。他像一块老旧但不能丢的齿轮，虽然转得慢，吱吱作响，却没人敢拔出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拔，他后面的系统就塌了。冯道活到这一步，名声早已分裂成两半。史官笔下的他，一边是逆臣之尤，一边是治国之气，一边骂他三姓家奴，一边又把他写进功勋录。他的人生像一面镜子，谁照都能照出不同形状。有志之士看他是苟且偷生的老油条，务实派看他是制度之本，国事中枢。他从不辩解，只是继续做他该做的事，写奏章，改律令，管典籍，安安稳稳地让一切照旧运行下去。可问题也来了，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奸臣？我们先不急着下定义，来看他怎么面对指控。一次朝会上，御史大夫公开弹劾冯道，说他多次改易誓词，迎新主而不耻，贬忠良而自保，应罢弃之，满朝哗然。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当面对他开火，全场等着他如何反击。谁知冯道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臣不辱国，亦不左忠；臣不兴邦，亦不毁纲。然后自请回府，自认年迈，不堪政务，愿交印归养。奏章上那一句请归章台，守典籍已老，写得极其温和，没有半点争强斗狠。皇帝没有批准，也没有追究御史，事情就这样被搁置。像冯道一贯处理争议的方式，就是不回应，不兑现，不上头。但这场风波之后，宫中对他仍然敬重如初。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骂他，可以否定他，但你没办法替代他。五代乱局之下，像他这样手上无兵，背后无党，但依旧能让政令有序，财政成册，章法连贯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他不靠人脉，不靠血缘，只靠一个人等于一个班子的行政能力，维持整个中央文职系统运转。而关于奸臣这顶帽子，他也不是完全不知情。他曾在私下与好友聊天时说，忠臣立名于危难，奸臣诚毁于机巧，武不威，义不巧，唯求是不废耳。意思是
他不求像忠臣那样死得轰轰烈烈，也不想像奸臣那样算计天下，他只希望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不要彻底垮掉。这种话听起来滑头，实则是认知极高的保守主义。他不反对改朝换代，但反对政权中断；不反对变法强军，但反对一夜推倒。他信的不是谁能救国，而是谁能修路。从这一点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信人，而是信章。他可以接受换皇帝，甚至可以接受割地，但不能接受文官体系解体，不能接受官制失序。他知道皇帝是短命的，但文官系统必须是长命的。他维护的不是军权，而是体制。他在朝廷里几十年，最大的功劳不是挽救国家，而是没有让国家变成一地鸡毛。而且冯道还有一个让人无法否定的点，他几乎不贪。他历任高位，子孙众多，却没有传出什么外戚弄权、豪宅遍地的事迹。他家中生活极为朴素，吃的是寻常饭，穿的是旧衣裳。他的儿孙虽都官居要职，却从不敢仗势欺人。甚至有传言说他教育子弟时只讲2句话：官不过3世，文不过3代。他知道权力是水，文风是火，都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要子孙守得住身，别毁在自己积下的名声上。而关于他贬忠良的事，也多是后人根据投降表来解读。他确实在石敬瑭称帝后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也确实在契丹大军南下后没有力主抗战，但他并没有陷害过谁，也没有在清洗中落井下石。他所做的一切是选择不站在要被洗掉的那边，而不是主动挥刀。他懂得提前走开，却从不推人下去。他的保命术不是踩着别人爬上去，而是预判风向后自己找角落蹲着。他活得滑，却没害过人，这是他与真正奸臣之间最大的差别。可这样的冯道到底算不算好人，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想回答。他看得太多了。每一任皇帝都带着自己的正义登场，然后带着自己的失误退场。每一个忠臣都说着为国为民，最后却往往死在政治的夹缝里。每一次新政都喊着改革图强，最后不是走偏就是被否定。他站在这一切剧目的后台，只问一件事：这一轮结束了，还有人能把灯打开，台子搭起来，演员继续上场吗？而就算你不喜欢他，你也得承认，他活得比谁都清楚。他知道忠义值得尊敬，但不适合长期生存。他知道什么叫有为，也知道什么时候无为才更有效。他不是凡人眼中的伟人，但他是乱世需要的那种人，没有棱角，却也不倒；没有光芒，却能照明。乱世里做个好人容易，但做个耐活的人太难。他的信仰很简单，读书人也要活下去。而活下去不是苟延残喘，而是把自己变成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让任何人轻易动你。他从不挑皇帝的毛病，也从不参与结党营私，只管一件事：让文件对，让章程顺，让人心稳。为了这个目标，他甚至干了很多看起来不像个读书人的事。最有争议的一桩是他大力支持氪金传播。在那个纸张贵如命的年代，他主导印刷9经，也就是儒家的核心经典，把传统文化变成可以批量复制的东西。按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可偏偏被不少士大夫批评，说他是把圣贤之学当成快消品，在庸俗化儒学。
冯道不变，只说了一句：人多识字，事可少乱。在他眼里，儒学不是高高在上的信仰，而是教百姓守规矩、安本分的社会工具。他不想塑造圣人，他想制造守法的普通人。这也是他与大多数文人最不同的地方。他从不相信理想主义可以拯救世界，只相信秩序能让人吃饱饭。所以他不反对变法，也不提倡颠覆，只关心制度有没有传导到每一层。他批判的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每一个不成体系的新点子。他不是怕变，他是怕变得不完整。他认为，哪怕是坏制度，只要连贯，都比一堆好政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来得有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反感那种空口谈理想的士人。有一次，有位年轻官员在朝会上引孟子劝皇帝王道为先，冯道听后只是淡淡一笑，说：孟子所处未能使一国无兵，吾辈所求，但愿一乡不乱。这话说的不痛不痒，却击中了很多人心底的痛点。他不批判理想，而是提醒现实。他从来不嘲笑那些想拯救天下的人，但也从不高看他们。他始终相信，真正能救天下的是每一个在体系中把事做对的人，而不是台上喊话的人。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极具争议的口号：儒以安民，法以治乱，文以叙治。意思是，儒家是安抚民心的工具，法律是维持底线的武器，文字则是记录一切的媒介。这个口号几乎把当时的士人自尊打碎重组。他把文人从道德神坛拉下来，变成一种功能角色，这不是谦卑，这是清醒。如果文人太讲自我崇高，就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可只有文人接地气，才有可能把制度往下传，传到那些真正需要依赖他生活的人。所以他不讲大道理，也从不参与文人雅集，他的时间都花在极其琐碎的政务上。哪个州的赋税没交上来，哪个郡的县令升迁不合理，哪个条文的标点容易误解。他不是诗人，不是谋士，不是哲学家，他是个行政达人。他知道怎样写一封文告，既不冒犯上意，又不引起地方混乱。他知道怎样安排官员轮换，才不至于让地方形成山头。他知道怎样让纸上的规定真正落到地上。这些东西没人夸，也没人记，但他却一做就是一辈子。当然，也有人说他太工具人了，活得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关木偶。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冯道从没把自己看作无情者，他只是不相信情能在乱世中护人周全。他曾对一个刚入仕的小官说：朝廷如炉，情义稍深。这不是他不讲情，是他早就看透了，所有感情在权力面前都不堪一击。你今天和皇帝情深意重，明天可能就被拉去祭天。他见过太多感动皇帝的人死于非命，所以他宁愿把自己变成有用的人，而不是感动的人。可这并不代表他心如止水。他晚年偶尔也会写几句诗，都是小字条，不署名，也不传世。有人偷偷看过，说他的诗没有豪气，也没有忧国之志，只有几句平平常常的感慨，比如老木无声，细语难听，世人多语，我只修经。看起来像在逃避，其实是最深的沉稳。他不是没想法，而是早就不指望说出来有用。他只想安安静静地把那份经书抄完，把该留的章程补完，然后默默离开。有一年宫中闹疫，许多官员借机请假不朝，冯道照常来。他已经走不动路，
有2个小吏抬着椅子送到朝堂，然后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只点几份奏章，批几道文书。有人问他：老先生何苦？他笑着说：人病未止，章不可断。这就是他。他不是那个用口号拯救国家的人，他是那个撑着老骨头在桌前稳住流程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没人记得，但他做得心甘情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冯道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们无趣、无光、无传奇，但他们是国家真正的骨架。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但每个惊天动地之后，都是他们在打扫战场，修补漏洞，重新开工。他们不是历史的明星，但却是历史能走下去的理由。90多岁时的冯道，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花耳背，手抖腿软，可只要宫门开，他就准时进朝。他从不迟到，从不早退，哪怕大雪封路，瘟疫流行，哪怕皇帝3天没召见，他也坐在书案后批文阅奏，仿佛这一切已与他生死无关，只是自然反应。他自己也说，人活到老，不可防章，这不是职业习惯，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责任感。外人看他是老不休，他自己却觉得，只要他一天不倒，制度这口锅就不会摔。他不愿为某个皇帝殉葬，也不愿为某个名声殉道。他怕的是死后留下一个断档的体系，一堆无主的章法，一本未完的记录。他曾对门下说：死不可避，章不可断，若我后日不在，尔等须守旧笔，勿随风改词。这是他的政治遗嘱，不是给国家的，而是给章程的。他从不是怀旧之人，他不缅怀唐，不崇尚周，也不幻想圣君。他从不说某朝某制更好，只问此制能不能运行。对他来说，历史不是上溯，而是延续，不是赞美过去，而是拼补现在。他从不说应当如何，只说目前可行。他说的太实在，以至于连史官都无从赞美他，只能写下久历朝代，奉之如一。可就是这样一个奉之如一的人，也不是全无情绪，他偶尔也会低头沉默。比如一次朝会，皇帝柴荣兴致勃勃地说要重建祖庙，恢复古礼，号召文官一人撰一篇劝世文。别人都写得慷慨激昂，冯道却只写了4句：庙既成，民未安；礼可兴，粮难足；词多文饰，事少根基。不若修仓，欲于修辞。皇帝看了没发火，只是默默点头，然后在奏章底端写了一个字“允”。就是这一字，让冯道对柴荣刮目相看。后来他常说：“主上可辅，勿躁而进。”这一年的秋天，他病了一场，高烧不退，御医连着几天守在他床边，他却只关心一件事：5代实录尚未定稿。他要人把文稿搬到病榻边，哪怕眼睛模糊，也要一页页校对，有错字就圈，有漏句就补。身边人劝他歇一歇，他只笑说：“今夜不改，明日或亡。”这不是怕死，是怕带着漏洞死。他把自己当成制度的临时工，必须在交班前把事情交接完。活着不是为了延年益寿，是为了文稿完结。有趣的是，面对生死，他并没有恐惧。曾有人问他：“冯公氏10几弟，生离死别不断，可有执念？”他却回：“怕死者早亡，欲明者速毁。吾不欲死，亦不图名，但恐误事。”这话听起来像句玩笑，但说出时他眼神清澈，毫无调侃。
这个从不说忠字的人，骨子里却藏着一种极深的责任。是对某位皇帝吗？不是。是对某个理想吗？也不是。他只对一个东西有执念，就是章法。他怕的是世人忘了什么叫规矩。他曾目睹后唐初年政令如儿戏，一道诏书，早上是这样，晚上就变样，地方官收到时早不知如何执行。他也经历过契丹、南侵时诏令3日3改，一周一律，搞得百姓无所适从。他深知一个国家最先崩溃的不是军队，不是朝堂，而是文件。他说，文书若变，制度崩；制度若崩，众心离。这是他几十年文官生涯得出的结论，比什么治国之道都更贴地气。他曾为自己挑了个门生，姓李，是个中年寒士，读书不多，却极稳妥。别人嫌他没才气，冯道却说，有才气者多起祸端，无才气者方能续旧章。这是他的标准。他不选精英，也不挑聪明人，他挑的是能坐住冷板凳，守住老格式，不动不乱的那种人。他的病拖了一个冬天，终于在来年春初熬过。他依旧主杖上朝，只是声音更轻，步伐更慢。有一次走到御道前，突然停下，对身边小吏说，我入宫门数十年，从未求一人之赏，唯求文字无误。这句话后来传开，成了许多文人的座右铭。但冯道没想着流传，他只是在走最后一程前把话说完。柴荣死得早，也死得突然，后周还没来得及真正稳定，帝王之位便落到年仅7岁的柴宗训手里。一个小孩当皇帝，朝堂顿时风声鹤唳，权臣蠢蠢欲动，宰辅人选争执不休。就在所有人争来争去的时候，冯道安静地站了出来。他没有主动请缨，也没有假意谦让，他只是递上了一封奏章，标题只有4个字，忠不在年。意思是年纪大不代表忠诚，年纪小不等于软弱。皇帝虽幼，朝廷必须立格，百官虽乱，制度不可失序。没有高调，没有大词，却像把钉子一样把这个临时班子锤进地里。没人质疑他，因为此时此刻，冯道不是某一派的代表，他是唯一一位经历过5代全部换朝，还依然能把章起好，把表写对，把话说清的人。他不需要掌权，只需要坐在那儿，宫里就能运转。于是他被任命为太傅监国，名义上辅佐年幼皇帝，实则主持朝务。他没有穿上更显眼的袍服，也没更换仪仗，只是在朝会时坐得比平常稍微靠前一点，依旧拄着拐杖，点着奏章，沉默地当那个没人能替代的人形稳定器。这时的冯道早已不再追求任何功名，他不写诗，不修治，只做一件事，确保小皇帝在过渡期不会被搞丢。他把文书系统重新捋了一遍，重设了印章权限，派门生负责密旨起草，还私下召集几位最有声望的老臣，轮流进宫讲国事。他没搞什么托孤班子，也没设立新派系，他只用旧的方式去稳住旧的秩序，让新人缓缓过渡。他说，国有常法，人可临时，人可换，法不可弃。这一年，有人提议要为新皇制定励精图治诏，冯道回了一句，励图不若正章，意思是别写大词了，先把该走的流程走完。他像一个稳扎稳打的老木匠，别人想搞装修，他非要先补地基。他看起来不够激情，不够热血，甚至显得冷漠，
但正因为这种不被热情左右、不被忠诚煽动的冷静，让他在动荡期成了最管用的那把稳锤。可讽刺的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的存在就越让一些人坐立不安。年轻官员觉得他太压气氛，改革派觉得他挡路，忠臣派觉得他没感情。他们开始在宫外鼓动舆论，说冯道士老而不退，僵尸立朝。有人在街头贴出国有已老，何以新政这种口号，暗指他阻碍进步。冯道知道，但他没回应，只嘱咐下属把奏章写得更工整些，把程序表列得更细致些。后来有人终于顶不住压力，跑到宫里请他容休。他听后只是摇头，问：若我退，谁批章？那人一时语塞，只好离去。那之后他依旧照常出勤，只是话更少，手更抖，但每份文件依旧带着他的签批。这年春末，他终于开始请病假，可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集中整理一份最后的文档。他亲手编成后周监正录，幼主即位以来每一件大事，每一份奏章，每一次权力交接，写成册，言语简练，笔锋清晰。有人说他这像是为自己立传，他却说：非为我，乃为来者，能知曾经如何。他病重期间，还有一件事传为美谈。有人说，宫内文官吵了一下午，只为争一份文件上的是字，该写然还是可。最后谁也不服，派人抬他过来定夺。他坐在床上看了一眼，说：是字可行，然字文雅，但今为正事，不为文采，写事。就这么一句话，把所有人的虚火压了下去。看似小事，但正体现他一贯的思路。文件不是装饰，是工具。到了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他不再上朝，也不再管事，只留下一纸吩咐：凡再有更替政令，仍请用旧例书之，切勿自造新格，以免前后不通。他不是说新格不好，他是怕改得太快、太杂，断了整个政体的血脉。他没写遗书，只让门生整理最后的政务记录，写在一卷白绢上。他提笔写下冯道，顿了顿，又在后头加了2个小字：不会。他一生都在和死亡打交道，帝王的、制度的、秩序的、文字的，他从不避讳死亡，只是尽力不让他拖垮一切。冯道的去世，没有隆重的国葬，也没有万人空巷的送别，他静静地死在自己书房的椅子上，像往常批奏章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批完最后一份文书就没有再醒来。传说他手边还摊着一页律令副本，右上角那枚印章压得很轻，墨迹还未干。朝中并未因此慌乱，政务并未因此中断。新皇只是默哀3日，下诏赐谥文义，追赠太师，葬于京西义陵。他死后最大的争议不在朝廷，而在书院，士子们为他争吵不休。有人说他是最软的墙头草，有人说他是制度最后的灯塔，在乱世中撑住秩序的最后一根骨头。有人痛骂他出卖忠义，有人却感叹他比所有忠义之士都活得有分寸。他成为了整个5代史上最难下定义的人。每个人都能找到攻击他的理由，也都能在混乱之中看到他留下的那条细线，细到常被忽略，但一直没断。他生前曾说过一句话：人皆欲为忠臣，而事少太平。忠不能守法，义不能成章，何用之？这是他的逻辑。忠义不能代替法度，
情怀不能抵得过章法。他不是反对忠诚，而是反对把忠诚当成制度。他宁愿做个不被歌颂的张力，也不做一个被崇拜却留下烂摊子的英雄。后来的宋人写他，说他功在制度，失在人心，意思是他确实让政务体系运转下来，但他赢得的是稳定，不是敬重。人们记得他活得久，见得多，说得少，但未必愿意成为他。据统计，他共起草政令3万余道，审改律令8000条，主持或协助修书13部。他做过9朝重臣，宰相任期长达40年，却从无一次专权之名，也无一次弹劾入狱的记录。他的存在是一部活着的行政手册。人们问他到底怕不怕死，他最后留下的答话是：死者指示，章者叙事。他始终信，只有规则才能超越个人生命。他自己不过是那规则的一个代言者，一个临时执行者。他从没想过留下名号，塑造丰碑，只想把自己像齿轮一样用完，磨平，然后被替代。他甚至安排好自己的墓志铭，只有16字：奉职4朝，书章万卷，无勋无悔，不喜不忧。他用的是最平实的字眼，没有自夸，也不回避批评。那是一份系统卸载完毕的通告，不打扰，也不造势。这世界总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魅力，但有担当；没有诗意，但有格式。他们不喧哗，也不沉默，他们只在所有人都动荡的时候，做一个持续在线的存在。冯道死后没多久，后周被赵匡胤篡位，建立宋朝。赵匡胤一登基就立刻下令修史、整章、清冗官，一系列动作雷厉风行。可他却特意交代，逢公文卷不得废弃。新朝最怕前朝旧人留下影响，可赵匡胤却保留了冯道所有文书档案。为什么？因为连赵匡胤这种起于兵营、靠兵变上位的皇帝都明白，能让政权延续平稳的，从不是刀，是文。文不是文采，是规矩。规矩不是规矩人，而是稳住人心。宋初的很多制度其实都是在冯道留下的模板上调参，从文官系统的编制到律令格式、奏章结构，甚至连地方报表、考试流程、朝会规矩，几乎都沿用了他的格式。赵匡胤没说这是冯制，可史家都知道，那些看似新鲜的操作，其实就是把冯道的规章加盖了宋的章。他的名字不写在制度前头，但制度每一页都透着他的影子。一个人能留下这种影响，不靠权力，不靠声望，只靠他当时写的对。而他的对，恰恰不是对在政治立场和道德评判，而是对在操作逻辑。他从不喊口号，也不争高下，他只管这事儿该怎么写，这文谁来批，这人该调在哪儿。五代的那些英雄死在战场，病在宫里，葬在歌功颂德的石碑下。冯道活着走完一生，却把自己写成一部持续运行的说明书。而在世人心中，他留下的却是一道永远答不完的命题：什么才算好人？一个不讲忠义、不谈信仰、不愿为谁去死，却默默为这个乱世撑起整个文件体系的人，他算不算好人？他没对一个皇帝忠心到底，却对所有皇帝都做到底。后人讨论他最多的问题，不是冯道做了什么，而是冯道该被怎么评价。他成了中国历史中最难定性的一位人物。
有人用4个字评价他：无害之在，意思是他可能没太多好处，但至少不坏。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他在无害这个外壳下做了最具穿透力的事？没有他，后周未必能稳住；没有他，5代的朝廷可能早就空壳；没有他，后来的宋制恐怕得晚几年成型。赵匡胤亲自派人整理他的文书与遗稿，命令将其编为道公遗读，归档入太常寺典藏，不得私藏，不得删改。这在5代到北宋过渡的政权中实属罕见。很多前朝重臣的奏章一夜间就化为废纸，唯独冯道的东西被完整保留。理由很简单，没有他留下的格式与条文，赵宋的中央政务系统运转就像断了流程的流水线。赵匡胤曾说：冯道不为名，不为利，然文书合度，政务不稳，实朝纲之骨。这句话表面像是夸奖，实则点明了冯道的核心价值。他不是灵魂人物，而是结构支撑。他不像魏征那样口出金言，也不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他甚至不像王安石那样充满思想。他是没有锋芒的术务者，没有主张的制度员，没有派系的中轴线。宋初新政有个很特殊的现象，每一个政策起草，官员都要参考冯氏格式，每一个新制度试行，实施细节也常常对照冯道旧规。朝廷甚至设了一个专门岗位，叫章程监理，职责就是确保政令用语一致，流程统一。这种系统性治理思维放在赵匡胤那样的军人皇帝手里是极其先进的操作。而这一整套模式的源头，就是那个一生不说漂亮话，从不讲人生理想的冯道。而民间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出现反转。最初世人谈及他，多是鄙夷不屑，称他无志老儒，死皮赖活。可随着北宋政权逐渐稳固，越来越多文人开始意识到，没有冯道，就没有从5代到宋的制度脊梁。他们开始反思忠义的定义，开始讨论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存。于是一些中立派学者站出来为冯道翻案，不为他洗白，而是指出他的功能性价值。苏轼曾评价：冯道无赫赫之功，亦无累累之罪。庙堂不缺，民间不精，其人也中，其功也上。这句其人也中，其功也上成为冯道最平衡的一种描述。他不具人格魅力，但他贡献了制度魅力。苏轼看得透，不是每个人都要燃烧，有些人注定是炉火下面的炭，烧得慢，撑得久。宋仁宗年间，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官员在一次上书中引用冯道遗章的格式，被批评因循守旧。可范仲淹却回了一句：非因循乃成立，非守旧乃避乱。他不是为冯道辩护，而是在讲一件事：规矩不是障碍，是避免动荡的保护壳。在动乱时代，写得对，走得稳，批得准，比任何口号都珍贵。而冯道就是那个把写得对变成生存之道的人。然而即使如此，冯道始终没成为主流崇拜。他没有庙，没进祠，也没有在世人中成为楷模，他依旧是个边缘人物，是历史角柱。但也正是这种边缘性赋予了他最大的自由。他从不讨好某种意识形态，也不迎合某种权力倾向，他只对文书的规范性感兴趣。冯道活成了历史的接口，每一个新时代都必须经过他留下的格式才能接上旧系统。可终究没有后人记得清他长什么样，也没人背得出他写过哪段千古铭文。
冯道的故事在他死后并没有真正结束，他的存在方式不是被歌颂，而是被运用，用他留下的制度、格式、章程，格式里的语气和分寸。到了宋朝中后期，许多新进士走上仕途时，接到的第一份任务就是抄写冯道笔下的奏章格式，不是学他的观点，而是学他怎样讲话而不表态，表达而不激化，劝谏而不冒犯。有人说这是官僚的极致，也有人说这是政务的智慧。可不管喜欢与否，这套冯氏表达活下来了，流进了中国几百年的文官血液中。甚至在清朝还能看到许多奏折以冯道语气开头：臣愚不敢臆断，惟循旧例，以避僭越。看似懦弱，实则稳妥；看似无能，实则脱身。这种语言方式不写忠诚，却能得信任；不写痛哭流涕，却能撬动政令之门。而这套语言风格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逻辑观，不是非黑即白的决断，而是不乱就好的判断。他从不追问真理是什么，而是反复追问：如果这样写，百官能不能执行？如果那样说，百姓会不会惊慌？他不信正义能带来安稳，他只信秩序能换来喘息。这种态度看似没有精神，却藏着一套极深的文明意识。他没想当英雄，也没想做救世主，他只做一个收拾桌面、归档资料、留下便签的人。可往往就是这种人，在时代更替时撑住了地基。所以不妨想一想，那些让一切没出乱子的人，或许才是最被低估的英雄。晚安。